动，别动，回来！他们有特别武器，能在黑暗中看清我们的行动，都别动。嘘。这是为大反击准备的弹药库。把蜡烛都吹掉，吹蜡烛。 龙姐，什么方位？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今晚坑道8连攻击的位置。对，马上联系1号坑道。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菊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 是我们的弹药库吗？报告，彭连长来了。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没事。段海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 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 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说什么？喂，师长，哦，我，房百胜，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啊，这事我知道。那个，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啊，要不我跟军长求个签儿？不用。多少注意安全。嗯。文锦同志。 你放心吧，1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1号坑道。我是1号坑道8连。我是菊亭县杜文锦。怎么了？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副连长他不在了。好，我知道了。走吧，文姐。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要说你说去。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队长，是军里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这个段先锋，队长，段显峰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给他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是。倒回去。停！把烟给我。军长，您这是？
弟。哎呀，今天这水喝多了，哎，背我身去。是，哎，别看像是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2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秦军长，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
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段参谋，快长出15军的骨头了。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我向军长申请，让我去前沿阵地做炮兵观察员。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嘛。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有。如果美7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它？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有，你跟我去一趟12军。是。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道里的……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是。司令，预备，秦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师和南2师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他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要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我们12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
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12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12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3兵得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志司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我知道。那你应该知道，志司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15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金继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志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15军呐。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哪来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王副司令，我金继伟。秦继伟，我是邓华。邓司令。秦继伟，我代表志司告诉你，30号的大反击，志司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是，谢谢首长。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段副连长，你怎么了？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你现在需要休息，必须卧床1周。1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同志。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进队里。老师说我的队里进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王罗，军长，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师长。王鲁牺牲了。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我敢。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597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欢迎。挂彩了啊？那个没事，小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莎都归他管。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你有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7号阵地是敌人的营指挥所，2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敌军纵深5、6公里的这个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2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咋说啊？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2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其实特别表扬了你。经理，说你的情报军长，这是这2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这其实是8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是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军长，军长好。这是杜文锦同志，菊亭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观察所被炸。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1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2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是。뭡니까? 딴 데로 전출 가시는 겁니까?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9군단 부군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투는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아니, 그럼 저도 전출된다는 말씀입니까? 아, 사단장님, 삼각산에서는 아직도 전투 중입니다. 이제 우리랑 상관없잖아. 기회 있을 때 가야지. 사단장님, 마음은 감사하지만
전 여기 남겠습니다. 187 연대 특수부대 일막 타진된 거 너도 분명히 조사받게 될 거야. 알고 있습니다. 중국군 탄약 창고 폭파된 것도 그들이 재정비해서 다시 삼각산으로 반격해 올 거야. 놈들을 절대 뺏기지 않을 겁니다. 우린 이미 7개의 대전차 갱도와 5개의 주둔 갱도를 점령했습니다. 또한 우린 이미 70개가 넘는 화점에 완전 무장한 4개 중대를 증강해서 놈들이 돌격 가능한 모든 방향으로 치밀하게 방어 태세를 갖추고 있습니다. 그거 나도 알고 있어. 그럼 가시기 전에 제게 2개 중대 병력만 붙여주십시오. 야, 김중령. 너 도대체 뭐 때문에 이러는 거야? 존엄 때문입니다. 뭐? 오직 중공군의 싹을 잘라버려야 우리가 미군에게 진정한 존엄을 되찾을 수 있습니다. 존엄이라. 미국 놈들한테 그걸 바라는 건 절대 불가능하지. The advance party took 2 Chinese tunnels and an arsenal. Good job. Guerrilla operation seems to be working well. But they're all dead. But victory is on the horizon. I've used 2 divisions, over 300 artillery pieces, over 1 million rounds of shells, and over 2,000 sorties for these 2 tiny hills. And now I'm just one final touchdown away. Sir, we've sustained over 10,000 casualties, including over 5,000 US soldiers alone. That's why the victory should belong to US Army. I don't want the South Koreans steal our glory. Sir, General Clark on the phone. Van Fleet speaking. James, I'm here with Brigadier Bowen of the 187th Airborne Regiment. Oh, sir, it's a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I'll explain to him. Look, he said he wants to put the Chinese rats back in the tunnel. That's interesting. Not only that, but the withdrawn 7th Division wants to come back too. What? It's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of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right now. Operation Showdown, or the Kim Hua Offensive, should not just be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negotiation table, but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s re-election campaign. Yes, sir, Commander. 智司和兵团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30号反击的计划，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2天。老崔，再多给你2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29师来打。费了这么大劲争取的2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军长，前线的战士都支持30号再反击，大家都不想再重蹈23号的失利。张显阳，有，我令你率86团、87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3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是。向守志，有，我知道你们44师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45师来打，那我们15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45师。我令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45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请军长放心，44师一定全力打好配合，服从大局。崔师长，现在15军全军的老底儿还全压在你们45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45师坚决完成任务，不恢复阵地，不停止战斗。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12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15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8、9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副连长到。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2天。啥？这也太突然了吧！连长，那战士们还等。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段副连长身体别响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
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士们的情绪。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坑道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坑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开教了啊！去吧。是。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喊出这4个字：保家卫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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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10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能！무슨 소리 안 들려?快！注意安全，快！都到了吗？这一路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快，箱子来！김인표, 벌써 이틀째야. 너 매일 밤 진진한 짓 하고 왜 맨날 여기 와서 사는 거야? 연 대장님, 미리 말씀드리려고 했는데 나 허리가 안 좋아. 동지 산에서 잠을 잘 수가 있어야지. 그게 아니라 밤에 놈들이 쳐들어오면 제 시간에 도망 못 갈까 봐 그런 거잖아.
아니 뭐 그게 잘못됐어? 아, 미군 187 연대도 중국군한테 찍소리 못하고 당했어. 아, 밤에 진지에 있는 거 위험하다고. 야, 이 새끼야. 너 우리 대원들과 조국을 대할 면목이 있어? 넌 군인이야, 군인! 또라도 군인답게 죽어야지. 187년대 특공부대가 중공군 탄약골 날려버렸어. 이건 우리한테 기회야. 놈들은 밤이 되면 자기들 세상이라 생각해서 분명 야간에 타장을 옮기려고 할 거야. 당장 진주에 돌아가서 공격할 준비해. 형, 하지만 내가. 다신 도망칠 생각 하지 마. 미 7사단 31연대 배일대위가 지금 밖에서 기다리고 있어. 알겠어. 내가同志们啊，同志们，咱们那个伤员啊，一批一批的往下撤啊，咱们轻伤的先护送这个重伤员往下撤，明白了吧？明白啊。对对对。指导员，你这不指挥战斗，跑这干啥来了？过来看看。撒一边去！来来来，我先扶你上。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哎，你看吧，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去治，所以您先下高地吧。下什么高地？后方医院才能治。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这2天走路都不利索了。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薅着？你可别再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外国文治包子，一点味儿没有。那可好吃了，没吃过呀？你别让我笑你。哎呀，真的，您就先下去吧。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儿下去，行不行？说好了啊？肯定的。行。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我可以不走啊。不行，伤得治。好，别让我笑啊！好，别，慢点。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那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层层往外跑。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双喜同志，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American forces have pour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That's not true. Our area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Okay.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美军还是伪军？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军力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士兵。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伪军迫近侦察，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是。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去。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有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是。出什么事了？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小心埋伏，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来阵枪就跑了。副连长呢？副连长呢？前面。双喜啊！敌人在打伤人坑道。坏了！但是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是。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好伤口啊！快，轻一点，轻一点。怎么样，疼吗？轻一点。护好伤口啊！快，轻一点啊！大好。不行了，大家快撤！快撤！快撤！指导员，你们快跑！
请破黑。检查尸体，都死了。进。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没事，把你枪给我。拿好自己的枪。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 这一发送我了，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不行。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不行，不行，不行！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打好自己的仗。是我害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者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15队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我不是逃兵。你还说你不是逃兵？烧敌为战，完不成任务这就是逃兵。这回你弄只得了这小子了。去，找一旮旯，好好反思一下。是。I conducted mounted warfare in Europe. In comparison, the battle in Triangle Hill is tougher. And how would you compare the German infantry to the PVA? I don't want to make that comparison. Sir, the Rock 2nd Division reported that they took a tunnel in Triangle Hill. They pulled out after complete victory. Good news. Yes. One platoon of the US 31st Regiment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They claimed it was a casualty tunnel. How could they attack the tunnels for casualties? That violates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Well, let's stick to the report of the Rock side. Yes, sir! General, how do you think the war situation will proceed? I've heard that the PVA are moving supplies into the tunnels. Will they launch a counterattack? The outcome is pretty much determined, isn't it? Do you mean on Triangle Hill or in Washington? Okay.
let's move on from this topic.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这小子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啊，对，一绝。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就我没吃过他做的菜。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听他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了，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还给你写快板，哎，给你打着唱着。后来我一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是啊，战士们都喜欢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是啊，我刚到8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钱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哎，行。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你咋的呀？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啊？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满仓带8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597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我能做什么？做。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哎呀，你女儿9岁，对，几月份呢？11月，11月份，跟我是1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国家。部队里上全托了。
这次任务紧，这信没时间寄了，麻烦尊长帮我寄出去。就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想啥呢？走走。段副连长，你回来了？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2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
走到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是。那首歌，我还是想学。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你催他了？啊，我催他了。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军长，时间很紧迫，1分1秒。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好，走啊。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再加86团1个营作为反击主力。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按批次投入战斗，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1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1个野炮团，1个76.2炮营，1个山炮营，1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赵参谋，有。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是。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
是要致司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我说，合适吗？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两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走，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是。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时而有实。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拿下北朝胜利！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拿下北朝胜利！拿下北朝胜利！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3号阵地，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3号，断了他9号和7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所有参谋集合。是。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是。马首勒特戈尔，提前念归。我冯半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
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2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开炮！开炮！预备！开炮！发射！收到，前沿指挥所方位压动2，高度70。放！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开炮！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부단해, 눈이 가는 것 같습니다.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